Good boy。今天是2017年1月16号，今天要给大家录的是关于眼影盘的视频。那在视频开始之前呢，想跟大家说，好想你们呀，好久没有录视频了。就你们看视频的时候，是我之前已经录好积攒下来的，然后一个个发出来的。但其实我真的从1月1号到现在2个礼拜都没有录，最近一直在看书。2个礼拜以来第一次化妆，刚刚画眼影的时候就一下子手感很深，然后画的有点抖的。最近有一个新的想法，就是开一个关于读书的单元。你又困了？你怎么每天都在睡觉啊？对，关于 soap 的视频嘛，好多人给我那个写留言，想看关于 soap， 我实在不能视而不见了，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。有一些东西我已经很习惯了嘛，所以我不知道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还想知道关于这样子方面的信息，关于 soap， 关于养狗类的问题，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。我有脖子纹路了。Oh my god！ 今天用的粉底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今天是我试的新的一个粉底，是开价彩妆，然后什么牌子来着 ？Maybelline 的 Velvet Matte， 远看还蛮好的，但是近看鼻子上不太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今天视频呢，想跟大家录一期眼影盘 tag。那今天这一整期会回答7、8个不同 tag 吧。今天视频里都是一盘一整盒的眼影，所以不会有像 ColourPop 这样，虽然我很喜欢，但是是单个一粒一粒的眼影。好，那我在网上找到大家做这个眼影盘 tag 的问题，一共有7个问题嘛，然后我自己就自主的加了一个问题。首先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 ，The best packaging product 就是包装最好看的产品。So 你觉得包装最好看的是哪个？哦。包装最好看的眼影盒呢，我有纠结一下，到底是选这一盒是 VDL 的，是长这样子的眼影，我觉得里面就长得很好看的，一小格一小格的，看起来很精致。然后它外面也是这样子嫩嫩的粉色，是滑面的，然后也非常薄，大概跟 iPhone 一样薄。我觉得这样抓在手上那个手感很好。今天我眼睛上的颜色就是用的这一盘里面的颜色做的。这一个眼影吧，刚开始在看到它的时候，就心里有一种心花怒放的感觉，但是看久了以后，也就这样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最漂亮的 packaging 眼影盘，我还是选的这个 Kat Von D 的这个 Shade and Light Eye Contour Palette。相比这种很可爱、很粉嫩的这样子包装眼影盘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黑色简单的，然后也是薄薄的一片的。虽然它外面那个盒吧是纸质的，就是硬纸壳 cardboard 那种，我觉得它封面上这样子有一点凸起来，黑字加金边的这样的字体啊什么的，非常 Kat Von D， 然后很好看，也酷的感觉。平时在外面用它化妆的时候，这样的拿手也很美。然后它镜子也挺漂亮的，就它这里有一圈都有那种镶着边，可以从镜子上看到照相机里反射的我。这个镜子呢也是长条形的，看上去视觉还蛮好的。第二个 tag 是显色度最好的眼影盘，我觉得欧美的眼影盘显色度都还不错。如果一定要选，就是最深的，上手只需要一点点粉质，在眼睛上有很深的颜色的话，我个人认为是这一盘，就是 Tarte 这个 Tartelette in Bloom， 不是它的 original 盘，这是后面出的另外一个盘嘛。就我是觉得这个镜子呢很容易盖上去，然后再打开的时候被里面的粉给弄脏，然后里面也有一些 bling 的颜色，所以我觉得就当时我有纠结很久，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最多元化的盘？但是我觉得相比之下，它还是属于就是显色度方面更加突出一点。对我来说，可能是2年前吧，非常喜欢这一支盘，基本上是爱不释手，出去旅游啊什么都带着。这2年就是有新欢，所以渐渐的用它也用的比较少了。但是显色度方面，我真的一直是觉得它很棒。这一盘呢，我不喜欢它 packaging， 就是很塑料哎。就是像玩具一样不好看啊，这个 packaging。最深的这个颜色吧，它是属于有一点点紫，但是不是我讨厌那种很带紫的，它还是比较多的砖红一点，就是紫色调选的很巧妙吧。最喜欢是这个颜色 Firecracker。下面一盘呢，我不知道这一盘算不算作弊吧，因为这一盘是 MAC 我自己拼出来的一盘，这里面所有的颜色都是 MAC 的嘛，然后除了这一个是我之前年度最爱里有介绍过是 Makeup Geek 的一个单色的这样子 bling 的颜色，然后其他的颜色都是 MAC。我个人觉得我这一盘是最适合旅游呢，是因为这里面所有颜色都是我自己挑的嘛，然后都是我很爱的颜色。
里面也有亮的色，也有这样子的闪片色，然后也有一些比较适合打底偏暖色或者偏冷色的打底色。然后总体来说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盘是比较偏红一点，算是我的 go to colors 吧，就是那种稍稍偏红一点的颜色，每一次旅游都会带出去的颜色。那如果你有兴趣知道这里面有什么颜色呢？我会在下面的 information 把里面所有的颜色都写出来给大家看，一共是9个颜色。我觉得它大小啊什么的正好能够放在我的化妆包里，就不会太大，然后也不会太小，长途短途的旅行吧，我都觉得挺适合的。这整盘眼影是我精挑细选，每一个颜色都是我容易用到、很容易搭配的颜色。下面一个问题是最多元化的眼影盘，其他的问题我可能有纠结一下，那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马上会选出来的。这一盘眼影呢，也是我现在目前手头上的 favorites， 这个是 Zoeva 的 Caramel Melange。其实这一盘我非常喜欢它，到本来刚刚那个 Best Packaging Product 也想选它，最适合旅行的也想选它，显色度最好的也想选它，就是这各个方面来说我都非常喜欢。你看它的那个感觉就很薄，小小的一个长方形，看起来很高雅，我觉得很多元化，它里面的颜色。之前我有那个 Christmas vlog， 你们应该看过，就是我有用它画一个比较红一点、黄黄、红红、橘橘的那样的颜色，就是有用到这样子的颜色啦。除了这样子比较偏红、偏橘的颜色，你也可以不用这些颜色，只用这样子比较深的颜色和一点点打底色进行打底。除了它里面有几支是 matte colors， 就是雾面的颜色以外，它还有这样子带闪片的颜色，它出来的效果是质感很好，然后很显色、很漂亮的一层。基本上没有什么粉的感觉，更加像奶油一样的柔滑。刚刚那个 Zoeva 嘛，我还有这一盘，这一盘我也很喜欢，但是可能相比刚刚这个 Caramel Melange 比较的话，这一盘就没有刚刚那一盘那么喜欢的显色度啊，还有不飞粉啊，就是粉质方面、颜色方面都搭配的很美，很好看。下面一个眼影盘是最后悔买的眼影盘，这一盘呢可能会惊讶到很多人，但是我个人就是不是很喜欢 Urban Decay Naked Palette 3。其实它的 packaging 也可以选做今天的 Best Packaging Product， 只是说它的 packaging 可能不是说很我的菜这样。我为什么说它后悔买呢？是因为前面从这边开始，前面的颜色我都还挺喜欢的，我可以接受，就有点像 Maybelline 出来的那个 Nude Palette 那些颜色吧，没有那么的耀眼，但是不会错，然后很简单好配搭的颜色。从这里之后开始，这些颜色我就没有很喜欢，我觉得它们是非常冷色系，然后在我眼睛上吧，我可能不太适合特别灰色重的或者紫色重的这样子的颜色，我觉得看上去眼妆会脏脏的，没有一个很干净或者是看起来很暖的感觉，它看起来整个就是又脏又冷，有一种就是我前一天化好眼妆，然后第二天没有卸妆再起来出门的那种眼妆的感觉，没有就是网上大家评论的 Urban Decay Naked 盘粉质感觉那么好，就是还 OK 那种。这一盘呢，就是我最后悔买的眼影盘。下面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叫做名字最好听的眼影盘。那我就改一个问题，就是最贵的眼影盘好了。我现在手头上最贵的就是这一盒 Tom Ford 的，有2盒 Tom Ford， 这个是 Golden Mink， 另外一个是 Honeymoon， 我就只有这2种颜色。这一盒 Tom Ford 之前有一个外套在外面，但我那个衣服，它的衣服我不知道丢在哪了。那我想聊一下，就是 Golden Mink 这个颜色，它就是很贵嘛，你们懂的 Tom Ford 的价钱。然后它的颜色方面，我不喜欢上面这2个颜色，还是我刚刚讲的关于 Naked 一样，就是太冷了，在我眼睛上不是很适合我个人。然后我之前有用这个眼影盘，有做过一个视频但是你们现在应该找不到了，因为我把它删掉，在眼睛上不是很好看。然后这2个粉呢，就是很特别，它是那样子带闪片的颜色，然后非常的 sheer， 非常的薄，在眼睛上看起来很闪，但是又不会说太多颜色在上面，所以其实你下面可以放一个你喜欢的，比如说雾面的红色，然后上面再加一点这样子的闪的颜色，这个闪的颜色呢，并不会影响你下面那一层颜色，所以我觉得这是它还蛮酷的地方。我平时用这一盘就是基本上上面这2个颜色我就用过1-2次以后再也没有用过，然后会用很多下面这2个颜色。这个眼影盘就是对我手头上最贵的。下面一个 tag 是最不常用的眼影盘 ，Laura Mercier 的这一盘眼影，这个是我最不常用的吧。可以看到下面是很多紫，都是紫色。这一盘是大概3年前吧买的，那个时候还不是很喜欢像我现在很喜欢的红啊、橘啊，非常暖调的颜色，所以那时候就是也用这一盘用的蛮多的。但是近2年来吧，就是很少用了，因为我还是会喜欢那种更加暖、更加黄、更加橘、更加红的颜色，所以这一盘就被我冷落在旁边。其实这7个 tag 应该就结束了。那后面我最后一个想给大家分享的是，我最近很爱，我觉得性价比
很高很高的一个眼影，就是 Morphe 的这一盘眼影非常大，你可以看到，然后里面的颜色也是相当之多，但是价格无敌便宜。你觉得在眼睛上不 patchy 就不会形成干干的或者是卡卡的感觉，它的粉质还是很匀称的，用它做很多不同眼睛上的造型。就是 Morphe 它有好多个不同的盘嘛，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我手头上像这橘橘的颜色，我非常喜欢这2盘，你可以看到，哦，颜色真的非常棒。非常漂亮，稍稍有一点点飞粉，没有那么显色，但是完全不影响你就是 build up 多涂几层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蛮吃惊的吧，就怎么会这么便宜，然后可以 perfectly 的晕开。录视频以后可以用它来做不同的眼妆嘛，所以我打算多去买几盘 Morphe 的其他盘，因为颜色真的很多，然后又很便宜嘛，好像是35块钱吧，我不知道，我会把价钱写在屏幕上。那以上呢就今天跟大家录的，现在是1点52分。以上呢就今天跟大家录的这样子的一个眼影盘之最的tag 吧，我看我有没有漏掉问题。本身一共它有7个问题，然后我加了一个就是性价比最高那个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跟大家推荐 Morphe 的那一盘 M350。之后关于今天的眼影盘里面，如果你们有兴趣哪一盘，或者是想看哪一盘的妆容的话，我可以给大家录。然后我自己最想录的妆容就是这一盘的妆容，我给你们看啊，就是这个。Caramel Melange 它的妆容，我觉得它画出来的妆很好看，很鲜。另外呢，关于 Morphe 这一盘，我还在研究，我有试过几个不同的妆容、妆感，但是它颜色太多了，就很难选。所以我现在还在慢慢的尝试各种其他不同的颜色。就是 MAC 我自己 create 的这一盘我刚刚讲过颜色会写在下面，然后我已经录好了它的关于这一盘的 tutorial， 到时候应该快点剪出来给大家看。那以上呢，就今天给大家做的眼影盘之最的一个 tag， 我不知道中文名是不是叫这个，反正 eyeshadow palette tag。希望你会喜欢今天视频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